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大家新年快乐！可能都已经过2个月了啊，再一次好了，这个把它剪进去。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集是关于拜拜，感觉这个时候会上2个字。对不起，我太不专心了，我重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欢迎又来到我们宇宙闺蜜奋斗记的频道。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个主题，拜拜。这个主题为什么会想要聊呢？主要是因为前一阵子过年嘛，那过年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就像我也会，就是到各个庙里面啊去走走村，然后或者是去团拜啊，各式各样子去拜访人家家，然后去拜访各个庙。然后呢，之前呢我就跟凤凰在讨论说，你们在神明面前的时候，你都跟神明讲什么啊？这样子，我们就在交流这件事情，就说，身为通灵人有需要拜拜吗？对，这2个问题都蛮有趣的。那我先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其实呢，自从就是拍了《看不见台湾》那个时候开始，跟更多的神明啊，还有能量意识体开始认识之后，一直来到今天，大概也有6、7年的时间。我以前真的跟大家拜拜的方式是蛮一样的，就例如说到庙前面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先讲说，我是谁，然后住在哪里，然后我今天是为了什么目的来，然后祈求这个神明可以协助我，可能在哪一个事业的方面，还是在这个考试的方面，还是在健康的方面、财富的方面，这样子就是祈求他可以给予一个保佑，或者是说祈求他可以给予一个礼物吗，或者是什么的，协助我们可以去成功达成目标这样子。可是呢，随着这几年就是开始探索这个灵性的世界，然后也开始跟更多的神明的能量意识体交手之后呢，就发现，那样好像我要改一下我的思路，所以呢，来到今天，我发现我其实真的蛮拗的，因为有一次我们去台南的武庙。然后里面是关圣帝君，然后在那边我那时候要抽签之前，然后就有问说，请问这个我的祈祷语要怎么讲？那我那个时候得到长辈的一个指引，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跟这个帝君说，你希望他能够帮你做主，然后呢，请他就是给你一个指引，让他帮你做主。然后我那个时候听到第一刻就是，我的人生为什么你要帮我做主？就是我那个内在那种自由意志的那种反叛性马上就出现，叮叮叮叮这样子，那个警钟就马上敲醒。然后来到现在，我就发现其实也不是谁帮谁做主。然后如果你真的要跟神明讲什么的话，他们会不知道吗？一定也知道。如果他真的是跟你很亲近的神明的话，对，所以后来我都把他们真的就是当好朋友。像看不见的台湾的英文片名叫做 Journey with Invisible Friends， 就是把这些神明能量意识体都当作是看不见的朋友。好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过年呢，现在呢，我走到庙里都是哇，这个朋友家金碧辉煌这个雕木雕漂亮哇，这个柱子真不错，香火很鼎盛，好多人啊，这样子。就是我每一次到一个庙里面的时候，我都会先就是绕一绕，然后观察一下这边的天花板啊、雕刻啊、柱子啊、阶梯啊、香炉啊，然后完了以后换我拜拜嘛，我们就会，你好，我是大宝王爱如啊，我从台北来啊，今天这个年初4啊，跟着谁谁谁一起来，你们家好漂亮，然后讲很多就是我观察到的，然后说，谢谢你在这边服务这么久。然后你在这个地区，比如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能量？如果是妈祖，可能它是一个很多很慈悲，然后很多的爱，在包容跟照顾大家。那财神爷的话，那当然就是在协助大家，就是获取财富这样子。那就是看那边的那位神明，他是在协助大家提供什么服务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感谢，对，打完招呼，然后感谢完之后就结束了。因为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去拜拜，有什么是神明不知道的吗？我想他需要知道的，他应该就知道了；而我需要知道的，我想我也会知道。对，我就觉得好像要做任何事情达成那个目标，也不是请他给我那个礼物，我拜拜完回家礼物就会给我，也不是这样，还是要靠我自己去努力嘛。但是有时候我确实，如果在拜拜的时候，可以告诉他，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什么，然后告诉他，其实是一种宣示，
对，或者是就很像是你要去做，我要减肥，可是你把这个减肥的意念跟朋友讲，你就会比较认真去做嘛。就是说，我要达成什么目的？我这个今年我要跑100公里慢跑，锻炼身体或什么的，你愿意去讲出来的话，就表示你这个意志会变得更坚强。所以我现在就变成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跟这个神明好朋友们，就是做这样子的聊天，然后再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感谢，因为我觉得好多的神明。他们其实就是每天都坐在那，然后给人家拜，也是蛮辛苦的。然后每一个人来都是讲愿望啊，请土地公帮我做什么啊，请关圣帝君帮我做什么啊，请财神爷帮我做什么啊，请妈祖保佑我什么啊。就是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妈祖，我是这些神明，也很辛苦呢。对啊，所以我后来就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谢谢他们，在这边一直服务大家。而他们的服务一定确实都有得到成效，不然这个庙不会这么灵验嘛，不会这么多人还回来，就是再来回来嘛。所以我就觉得，都是充满了感谢。那这边再插播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呢，其实凤凰回去呢，就是也有跟他的算是看不见的好朋友药师就聊天聊这个问题，关于通灵人有需要拜拜吗？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药师回应了说。其实你去别的庙就很像是你去拜访一个长辈啊，看不见的长辈。对，那你去这边土地公爷爷、帝君爷爷、妈祖娘娘什么的，就是那可是呢，你要去拜访那么多长辈，那你去认识了、结交了他们这些好朋友之后你自己家的长辈，你有没有自己先照顾好？实质的长辈我说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也有可能有神明嘛，看不见能量体的这些长辈，他们都是在旁边就是协助跟看顾着我们。那如果你自己家里面跟自己周遭的都没有照顾好，你就一直拜，哇，那其实每一个可能你的交汇跟连接都不会太深。所以你还不如就是回到家里，把你比较熟悉的这一些神明啊，或者是家里面真的需要你跟他互动关心的这一些，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人，都可以真的好好的先照顾到。对啊，所以不是不行，但是呢，你去结交一个长辈，他家里也先顾好吧，顾好了以后你有余力再去做，才不会那么累。不然作为一个通灵人，我相信是可以到每一个庙都有自己的感应的。哇，那其实真的会蛮忙的，身体也会蛮多负担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就让栗子还有凤凰可以来问问看，芬多奇对拜拜这个有什么看法？嗨，大家好，芬多奇，你是怎么看拜拜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每一次的拜拜都是人们在把自己这个自我跟他内在的神性重新的在做连接。所以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跟他特别有感应的神明，例如有人会说我是关羽的干儿子，或者是说我是妈祖的干女儿，类似这个样子，会感觉到自己内在拥有一个神性，而那个神性跟这个神明所代表的能量意识是非常在一起的，非常一致的。所以每一次去到他喜欢的，他感觉有灵感、有缘分的那个庙里面，就是重新再跟自己内在的那个神性做连接。我觉得其实是很棒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也是像是在一种补能量，或者是重新的去提醒自己我并不是只是我一个小小的自我、小小的肉体而已，我内在是存在于一个很大的神性、很大的爱的。如果我今天信仰的是基督教或天主教，所以我进到教堂也会有一样的感受吗？那是一样的。那芬多奇你怎么看有些人会到处去拜拜呢？我觉得没有关系啊，那就跟找方法嘛。每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到处去，就表示他有一个意愿想要找方法解决问题。那如果他这一段时间他就是需要透由这样子到处的去走访之后得到一个他的答案，那也很 OK 啊。芬多奇你怎么看拜拜时的所求与回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当你跟那个神明在诉说你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了你怎么认定你所谓内在的神性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认为你跟你的神性是我对他祈求要求东西，他就会给予我吗？然后他是比我还要大一个我必须听从的，像是长辈吗？或者是一个更高的存在的权威吗？还是说他跟你是合一的，你们是伙伴？还是他其实跟你其实是一样的，他只是另外一个面向的你？
就是其实你每一个人在跟神明在做沟通的时候，就是在不断的表明跟加强他对于他自己内在神性的价值观，他的定义是什么。那如果说你对于你的内在的那个神性是有所求的，你认为你这一个人其实不太需要做太多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有来拜拜，然后我答应了我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呢神明就会协助我，那也很 OK 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跟他内在神性沟通的方式。可是很多人就会说啊，比如这个庙特别的灵，我来这个庙，我的所求是可以得到回应。可是到了另一个庙可能就没有，或是有人会觉得我拜了10几20间庙都没有人能解决我的问题。对，那这个所求跟回应是来自他内心其实的自我挣扎吗？不能这么说，因为其实如果把这整个内在的神性，我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从一的角度来看的。当所有人都是一的时候，我并不会认为凤凰你今天是异于我的一个存在，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会说，我跟你其实是从一个地方分出来的，所以我今天之所以会在你的面前出现，其实我也是你内在的某一个面向的显化。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当一个人跟一个神明沟通说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以为那个东西在外，他还没有办法把那样的神性赋予在他自己里面。他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像神一般拥有那样子神所拥有的特质，那个特质是在我之外的。他觉得跟神之间还有一个差距。我们在拜拜的这个过程，比较像透过这样的仪式感，其实我是在跟我自己对话嘛。是我对他的所求，其实是我认为自己所缺乏的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一旦当你都可以认知到，如果我所有的东西，所有外在看到的东西，就很像是从我里面照出去的反射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不会去求镜子里面的东西改变。因为就好像是，如果你自己不笑，镜子里面的你怎么会笑呢？我内在如果没有做出改变的话，我外在的生活环境怎么会改变呢？这也不可能透由我希望谁来帮我做什么，一个神或一个人或一个环境的变化，然后导致我内在得到快乐。如果我内在不先快乐，我内在不先勇敢的话，那么外在的环境自然就不会改变。芬多奇，你怎么看待迷信这件事？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生而为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他自己要去体验的历程，他有他自己成长的轨迹，而我们没有需要作为一个旁人去批判他，因为我们不会晓得从他的灵魂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他中间的蓝图的哪一个部分。我们不会知道他会不会是从一个完全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人来到一个很相信的状态，还是他需要借由这样子非常相信，到处去找答案，然后最后才发现答案在他的心中，那就是他必经的历程，他的学习的轨道。所以其实没有需要去批判，也没有需要去真的去阻挡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批评他，没有需要。我觉得那就是我们需要去尊重，而且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在你的眼前，甚至他影响你的生活，那他必然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功课，我有一个我需要去学习跟看见的，不然为什么我身边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来影响到我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我的生活当中？